我的婆婆来了一趟东北，被治得服服的。本来温蒂啊是一个挺邪乎、挺支棱的一个人，来东北这几天，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孬了。她觉得东北人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口特征都不一样。我们去了一趟齐齐哈尔大夜市，这是温蒂人生第一次逛夜市。到了门口有很多卖狗的，温蒂非常开心，问人家这是啥？老板说这是 dog。然后拿铁说，我奶想问你品种。老板说这一窝是泰迪 dog，这一窝是比熊 dog，这一窝是串儿。温蒂说啥？拿铁说他说那一窝是 BBQ。温蒂当时就懵了，跟老板说哦，你们太残忍了！你告诉他，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做，我不接受。找打给老板翻译，老板说干啥呀？一惊一乍的，人爹妈都自愿的，你不接受什么玩意儿？你不接受。温蒂说，但是你是他们的主人呢，难道不应该是你来看管他们吗？老板说，那我是主人，但是串儿这种事儿，那我当时也没看住啊，没看住啊。而且我婆婆总结了，就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，当她跟别人对话的时候，如果对方英文不太好，她都能感觉到对方的那种羞涩、那种犹豫、那种不好意思。但是在东北，她完全感觉不到。她说，我感觉在你们东北人心中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沟通不了的，什么招都能用。但最让温蒂没想到的是，那天我们碰到了一个无比骁勇的大哥，说不明白英文，直接唱。我们那天去看丹顶鹤，所有人都在那等丹顶鹤起飞，这时候就过来一大哥，我亲眼看见整个过程啊。大哥过来问温蒂，哎，你知道一会儿看啥鸟吗 ？What bird？温蒂说 I don't know。大哥说丹顶鹤吗？哎，丹顶鹤咋说的？没学过这玩意儿。Elephant 不是，咋跟他翻译呢？哎，你没听过那首歌吗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南方。还有梦中的丹顶鹤，哎，丹顶鹤，对吧？然后大哥啪一下拍我一下，你不知道这歌吗？他没听过，你还没听过吗？我说大哥我听过，但是那是橄榄树，橄榄树。温蒂感觉这里民风非常豪迈，真想向全世界安利齐齐哈尔。去参观飞鹤牧场，看人牛都住别墅做 SPA， 每天餐标超100元，产出的生牛乳关键指标优于欧盟标准20倍，从挤奶到加工成本最快不超2小时，真是全球0.1%珍稀奶源地在飞鹤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齐齐哈尔溜达，碰着个打气枪的游戏。我说老板你告诉我规则，打中几个气球给什么礼物，什么奖励机制，我给他们翻译。老板说不用，我会说英文，我去过俄罗斯。老板告诉温蒂，来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干，对吧？干枪，但是别害怕啊。这是个气儿干，你要干啥呢？你要打对面的气儿爆。我给你什么礼物，取决于这个 how many 气儿爆，让你给啪，明白没？啪，标准，啪，花露水。温蒂居然听明白了，他问老板，那如果我要是啪呢？老板说，那你直接参加奥运会去，跟我搁这啪为啥呢？你啪。然后老板指导温蒂射击姿势的时候，直接就上东北话。下壳搁这儿，把那盆让我带你，下壳贴上。发现这外国人完全听不懂，老板思索了一秒，觉得问题是音量和语速，而不是他的东北话。于是他把东北话更大声的跟温蒂说了一遍。温蒂说，我听不懂他说话是因为我不是东北人，不是因为我聋，你让他别喊了行不？扎铁的旁边都急了。温蒂终于找到了全中国他最喜欢的景点——成都荷花池小商品批发市场，相当于西南义乌。温蒂在成都看完大熊猫，回酒店的路上路过了一个批发市场，在这里他的世界崩塌。刚在景区买的熊猫，他花45，这儿一模一样，50一兜子。更夸张的是，他在这里找到了很多他在加拿大重金买的东西，比如他和他俩闺女3个女人集资在加拿大给早达买的生日礼物，100多刀的卡通小相机，比如他给我妈花180刀买的碗，还比如温蒂老公一直想买又舍不得的大金表，都以3到40人民币的价格摆在了他面前。温蒂心情很复杂呀，他的第一反应是他的世界崩塌了。温蒂震惊了，他跟我说，你妈要是知道我给她买那个碗在中国就能买着，而且才35块钱，不得生气呀？我要是她，我当场就得不高兴。我说别担心温蒂，她其实现在跟你也没好。温蒂就开始琢磨了，想买一大堆大熊猫回加拿大卖，结果发现有一个嘴缝反了，长得挺反讽的。温蒂说这个有瑕疵，让老板给打折。老板说你要想要没瑕疵的，你就买旁边这些贵的是纯外贸的。这是外贸的哈，真东的。温蒂说我知道，我这些年买的就是这些纯外贸的，要不我咋穷呢？我就买那些有瑕疵的，我再把它们缝回来。我心想这老太太还真是个苗子，这哪是我婆婆呀，这将来就是一个进出口口岸。我说温蒂好好说，别着急，你好日子搁后头。然后温蒂跟疯了似的，下午去了一次批发市场，晚上还去，第2天还要去，第3次去时我因为有事我没去。最后当天是张大铁和翟奥达全程陪同，我不放心，往翟奥达包里还塞根词典笔。到了小商品市场，张大铁搬个小凳往门口一坐，就特别像等媳妇逛街心里着急去打麻将的老头。发饰区、手串店、钟表店，温蒂在水钻、假玉、假玛瑙之间流连忘返，而且还学会怎么讲价。因为温蒂出门之前，他的哥哥我爸给了他3条锦囊妙计，都写在了纸条上，怕他没大心给忘了。第一个是对半打8折，第2个是甩头转身走，第3个是回头抹个0。我一看这锦囊都是英文的，我说那你们当时咋沟通的呢？我爸说这锦囊包括他们要买啥都是有道词典笔翻译的，这个6000万超大词库能做到有问必答，翟奥达英汉之间有啥问题随时问，还能跟有道词典笔里的 Echo 自由聊天，真人外交联系。我说行挺好，你们去吧。有道神笔划一划，文化
块壁垒算个啥？温迪带着锦囊就出发开始实操了。看着个红裤衩问人多少钱，老板说45。温迪按照锦囊第一条对半打8折，用手机一算说18。老板说不行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外国人吧，他一旦了解了什么流程，他就死守。第二个写的是甩头转身走，温迪二话没说呀，抱着拿铁就走了，走得很突然，都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，也没讲价啊。人老板以为他还要撒尿憋不住了，撒尿憋不住了，根本没有人喊他，人自己转头就回来了。最后1块钱没讲下去，回来跟我说你爸这锦囊也不好使。我说那不得叫你再回来吗？他说那你爸可没洗，最后一站，温迪走入了他神往的钟表区，说要给自己老头送个钟，因为他手表的指针不走了。我说你要是老给他送，他生命的指针也够呛，不过没事，温迪，你好日子搁后头。哎，你们相信不？其实《再见爱人》里这个麦琳她嫁错人了，她有一个绝配，就是俺家大胖媳妇儿。哎，真的，麦琳要是嫁给了大胖媳妇儿，那真是嫁到了他的新趴上。最近我在跟大胖媳妇儿，我俩一起追《再见爱人》，这个麦琳不是说啥话都绕着弯子，老让你听她的弦外之音吗？给别人都整懵了。但是巧了，大胖媳妇儿根本听不懂弦外之音，她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。那天我看麦琳跟李阳亮生气了，说自己不录了，我这边看着这个憋得慌，结果人大胖媳妇儿耶，我不录了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他要走了。但说实话哈，大胖媳妇这个听人说话只听字面意思，完全不内耗这个特质，她只适合麦琳这种性格，因为她不会被她耗进去。但对我而言呢，她有点耗我，还耗张大铁。有很多时候哈，别人的这个弦外之音都得张大铁替他爸翻译。我妈最近在给自己装修新房子，然后那天俺俩跟我妈选电视的时候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你就信我的，买最大的。我妈就是爱面子，爱排场，你就买最大的。大胖媳妇说，那电视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，咱得亲自问问我丈母娘说她到底要多大的。然后我们就给我妈打电话了，我妈是这么说的，反正你二姨家不就买个75寸的吗？75的吧，你老姨家整80多，气派是气派，但是吧，其实我还真是我不愿意跟他们攀比，挺老贵的，反正也是你哥和你小弟就非得给买嘛，说是尽份孝心。我确实就是我不比他们大2岁嘛，我就确实是我有时候在你老家看小电视，我就看着可费劲了，眼睛都干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转头问大胖媳妇，所以我妈需要什么？要水，给我急的，我跟俩还说，你俩告诉我给姥姥买什么？完了钱哪天？对，完了钱。所以你看跟他有啥话就得直说。你看我妈念叨喜欢拍照，她说可以给我妈报班学摄影，我说你歇歇吧，快把小米15手机给我妈送过去，徕卡光学硬件素质拉满，拍出来的人一看气血就好，白里透红， AI 算法直男拍法也出片，跟苹果设备传照片都很方便。我都懒得跟大胖媳妇解释了，爱咋咋地吧。但我觉得可以让张大铁试一下，我说张大铁，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你爸唠一下，跟他说一说这个道理，就是人有的时候说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但他意思是相反的。妈妈，你懂吗？姥姥说它不要太大，意思就是它要最大。为什么？吃饭的时候，妈妈说咋不撑死您呢？妈妈是要撑死您吗？妈妈是说，你别撑死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看电视的时候，妈妈说你一直看啊，你别睡觉，明天也别上学。妈妈是让你不睡觉吗？不是，妈妈是让我睡觉。对啊，你想看电视？不是，你问妈妈要自行车的时候，妈妈说我看你像个自行车，是说你像自行车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说我像自行车。不对，妈妈说的是我像自行车。我像自行车。我是自行车。妈妈说我像自行车。你这都掉。我像自行车。爱咋咋地吧。